嫁入梁府做续弦时，我才及笄，堪堪满了15岁。府中宠妾敬茶时，故作手滑，将茶水泼在我的脸上，笑我黄毛丫头，怎可能夺得老爷欢心？生下庶长子的柔弱姨娘暗搓搓给我下绝子药，笃定我就算发现了，也绝不敢发落于他这个未来家主的生母。但我反手就将绝子药喂给了我的夫君，看着他在床上疼得死去活来，我扯着帕子哭道：此事传出去，可怎么是好？夫君雄风不在，后院的姨娘怕是也守不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住嘴！夫君狠狠给了我一巴掌，将我扇倒在地。我也不敢反抗，只敢捂着脸，呜咽低哭出声。夫君身边的长随收了我不少银钱，儿子也因我脱了奴籍，早就暗暗投了我。他见状，赶忙扑上前，跪在了床前。老爷，老爷，现在不是发怒的时候，咱们要查清楚，到底是谁害的您。还有，赶紧找大夫来治。她是夫君的心腹，三言两语便哄得夫君暂且消气，又转过头来与我唱双簧。夫人，此事切莫让人知道内情，传出去有伤门楣，便委屈您几日，全当是您中了招罢。我自是连连点头，应下了此事。在这之后，我便病了，大夫如流水似的进出我的院子。夫君怜惜我，竟日夜不肯离院。这梁家后宅是都城有名的乱，有抢在原配面前生出长子的娇弱姨娘，亦或是活活气死发妻的宠妾，他们自然是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这个虚贤主母一跃而上，踩在他们头顶上的。比如现在那笑我黄毛丫头的宠妾，久了没见老爷，竟偷偷换了一身丫鬟的服饰，混入了我的院中，打算与我的夫君在我的床榻上唱一出龙凤呈祥。只是他摸黑扑上去的时候，立刻就被我那夫君狠狠踹下了床。谁？哪个贱人？夫君吓得大叫。我本在侧房洗漱，闻言忙不迭地往外跑，焦急道：夫君！可看到来人，我便尴尬地停住了脚步，只做羞涩状。谁叫这位姨娘穿着风情得很，明明是规规矩矩的丫鬟装，偏生腰带勒得腰肢极细，胸脯滚圆，衣襟也散开些许，露出些许春色。老爷，是奴家。偏生这位邱姨娘不知情况，只是拉长了声音，眉眼含情地娇滴滴道：您踹疼奴家了，不给奴家揉一揉吗？说着，她竟忍着剧痛爬上前来，似乎是想要爬到夫君的膝盖上。我愣了一下，就见她又对我投来一个挑衅的眼神。我想起敬茶那日，她趾高气扬地将茶水打翻在我身上，全无惧色，只是讥讽地说道：一个黄毛丫头，难道也能夺得老爷的宠爱不成？还不是和前头那位夫人一样，会熬成黄脸婆？日后要想过活，还不是要看姑奶奶的脸色？那时她是夫君的宠妾，盛宠10年不衰，对继室的位置虎视眈眈。没想到夫君宁可娶没落的官家之后，也不许她上位，故而她恨我，恨不得对我吃血吞肉。不仅敬茶时给我下马威，还在之后每夜都劫走了夫君。而现在，我低下头，不敢看我那夫君越发黑沉的脸色。贱人，才几日没碰你，你竟如此饥渴，竟然还敢到夫人院里抢人了。没过多久，我的耳边就响起了夫君的怒斥声，紧接着我就见到他被打倒在地，发出呜呜的哭声，嘴里还辩驳着：老爷，老爷，我没有。然而他等来的只有一句：长平，去。既然这贱人这般守不住，就将他卖去青楼，有的是男人满足他。我愕然地抬起头，跪倒在地，连声求道：夫君，夫君不可！伺候过您的女子，怎能叫外面的男子沾了身子？夫君闻言，只是眯了眯眼睛瞧我。哦，莲娘是要为反为夫的意思。邱姨娘躺在地上，怎么也没想到竟会有这样的发展，但她满眼渴求地看着我，祈祷我救她一命。我满脸挣扎，于心不忍，最终说出一句：还是赐她3尺白绫，留她清白身子吧。邱姨娘闻言，眼睛瞪得滚圆，指着我怒斥道：你个毒妇，
我却只是不忍得别过头，姐姐还是干干净净的去，如此也算是善终。邱姨娘指着我大骂特骂，浑然不知我的夫君真正能够主宰她生死的男人，脸色铁青。他咬紧牙关，一字一句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夫人宽宏大量，给你一条干净路走，你竟不愿。说着，他猛拍身下的床榻，怒吼道：既如此，我便成全了你。长平，你是死人吗？还不快拖出去！长平见大戏落幕，赶忙上来堵住了邱姨娘的嘴，硬生生拖了下去。动作时，他与我对上了眼，眼里带了些许佩服。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，无非是在我的夫君面前展示了我的古板手礼，对他多多诵读《烈女传》，再偶尔打听妾室们的来历，说一些其他人家妾室出墙的丑事罢了。他面上不悦，心底难免会扎根刺。我再派人给邱姨娘送上滋养肌肤又有催情效果的药浴方子，再派人在她耳边鼓捣几句，说我已是无子，夫君若不想换夫人，就要帮我守住夫人的位置。再加上我正值妙龄，夫君爱我年轻貌美，多多留守我的房内，迟早会被我彻底俘获，把他这个半老徐娘抛之脑后。他自然坐不住，他觉得他是来勾引自己的夫君，万般风情皆是情趣，而他的夫君早已不能人道，见到他这般风情，却会想到若是不满足他，他迟早会红杏出墙。夫君狠狠喘着粗气，我连忙上前为他抚胸拍背。他突然抬起我的下颚与我直视，我自坦坦荡荡，满眼无辜单纯。他才仿佛自言自语道：也是，你就还小，没那么多心思。我愣了一下，歪了歪头。夫君。他转而变了脸色，咬牙切齿道：对了，你查的怎么样？那碗药究竟是谁送来的？我想挣脱，却无能为力，只能保持着抬头的姿势，艰难地说道。长平说他只能告诉夫君，但我听说长平发落了好多下人，早已查出来了。长平莫非没有告诉夫君吗？入夜，长平办完事，刚刚回府，便被急匆匆地叫到了书房去。我擦着手油，默不作声地听着侍女禀报，老爷发了好大的脾气，长平那种跟着他的人都被狠狠打了10个板子。我嗤笑出声，这可不嘛，自己被害得不能人道了，心腹却帮着罪魁祸首瞒着，这素来骄傲自矜的梁老爷如何能忍？不用盯着主屋那边，免得他疑心病起，移起这边了。不是仗着庶长子傍身，连主母都敢下手吗？我倒要看看，现在被害得绝狱不举的，乃是他的夫君，他还能够那般自信得意。第二日，我晨起时，便听闻夫君想起庶长子的生母苏姨娘本是自己的丫鬟出身，最是会伺候人，想念她伺候人的手艺了，便特意点她到身边来伺候。姬妾伺候夫君，本是莫大的恩宠，可偏生我这夫君情浓时，要提起他奴婢的出身，这让素来耻于提起出身的苏姨娘可就尴尬了。据说她是哭着来主院的。若是从前，我的夫君最是见不得美人落泪，定然对这梨花带雨的美人爱不释手。可现在，贱人，你这是在咒我吗？因着看了不少大夫都没有成色，夫君性情越发暴躁，见到苏姨娘哭哭啼啼，一开口就是他晦气，给了他一个窝心脚，让他在佛堂3日3夜不得进食，跪经祈福，若是晕倒了，就拉起来重新算日子。说来这法子还是我教夫君的，毕竟我是一个单纯无辜，又被叫做主母的名门之后，和自己的夫君推心置腹，说出些不该说的话，也是难免的。苏姨娘跪了2日，已经有气出，没气入了。她所出的庶长子找到我的门上，满脸屈辱的跪下，诚求母亲放过姨娘吧，诚愿意记入您的名下，给您做儿子。邱姨娘被发卖去青楼，3个月便被折磨得断气，苏姨娘险些活活饿死，其中内情自然是不能为外人知晓的，所以府中都在传，那是因为我得圣宠，夫君疼我爱我，所以亲自出手帮我处理了妾事，无人怀疑。甚至赴宴时，有夫人向我讨教对付妾室的法子，
故而他做此遭也是难免的。据说此先头夫人也想将他养在西夏来着，可惜他与苏姨娘母子情深，怎么也不肯走。如今也是为了救母亲，愿意豁出性命来。我看着他那眼里深藏的阴鸷和怨恨，想必心里都在想，日后得势如何将我挫骨扬灰吧。我嫣然一笑，轻抚腹部。成根说的这是哪里话？嫡庶有别，梁家的嫡子如今可是在我的腹中呢。纵然只得新婚一夜，但我运气好，那一次便有了孕。苏姨娘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对我下绝子药，不就是知晓我入府1月，尚未来月事，恐我有喜大了长子，狗急跳墙下，出了险招吗？自怀孕后，我便瞒着此事，足足瞒了3个多月。若非现在肚子已经凸显，我还能继续瞒下去。看他满脸惊恐，转而看我，眼神变得恶毒。我只是微微挑眉，成哥这是做什么？你都已经那么多弟弟妹妹了，还怕再来一个弟弟妹妹不成？他是庶长子，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，按规矩便是他继承家业，可有了嫡子，他便是嫡母的眼中钉肉中刺。我伸手想摸他的脸，他吓得连连后退，险些跌倒在地。我笑着看他，成哥莫怕，家中这么多庶出孩，我若容不下，该杀多少啊！我恨梁家，恨他们以权势逼迫，逼我嫁给一个30多岁的老男人做续弦。可我既到此处，便会努力让自己活得更好。夫君恶心，那就叫他再不能人道；妾室狠毒，那就看谁的手段更高。庶长子威胁大，算是没有嫡子，我也能扶持其他的庶子打对台。规矩看长幼有别，可我身为主母，便是要将聪明伶俐的庶出幼子记在名下，又能如何？我命人给夫君上了滋补的鲫鱼汤，又在与他进膳时忍不住呕吐。夫君见状，眼里闪过一丝嫌弃，嘴上却道：“莲娘可是身子不适？”我只用帕子掩嘴，身上是有些不爽利。无妨，无妨，待会儿叫大夫为我把脉就是。他闻言，并不在意的点了点头。直到大夫把出了我4个月，快满5个月的身孕，他眼里忽地便亮了起来。果真，我双手搭在腹部上，有些愕然。我说：“怎么近日腰身胖了这么多？”夫君闻言，哈哈大笑：“莲娘啊，莲娘，你个糊涂鬼，竟连自己有了身孕都不曾知晓。”我羞得抬不起头，夫君则是难得温情，过来搂着我的身子，温声劝说。阿娘知晓消息，连忙过府来瞧我。如此，你以后也算是有了依仗。阿娘满眼欣喜，可我却瞧着她头上冒出来的大片白发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阿娘，她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抽泣着说道：“那梁大人虽是年纪大了，可他给你管家权，又让你怀上了身子。日后我儿也能做个风风光光的老封君，也算是高嫁了。对于这世道的女子来说，女子这般已是极好。可谁说我一定能生下男孩呢？就算生了，又怎么能够保证一定养得住？我还没有赢，这如履薄冰的生活，我至少要再熬上20年，熬到我的孩子长成，婚嫁矣了，有了他们的孩子。我提出要将庶出子女养在西夏的时候，夫君有些犹疑，莲娘何故生此意？我有些欲言又止，还是长平做了我的口舌。他麻溜地说道：“老爷，今日温姨娘带着3公子闹僵起来了，说是3公子的衣裳没有大公子的好，说夫人偏心，夺了大公子在西夏，大公子就有嫡出的份例。老太太被闹得头疼，其他几房姨娘也说夫人不公。”我顺势揉烂了手帕，满眼都是难堪。毕竟我给庶长子的份例好，是因为不忍。苏姨娘已是死期将至，而我又不愿让她占了嫡长子的位置。夫君以前已经发话，不论我这胎是男是女，这个庶长子都要过继出去。毕竟日后让他继承了家业，岂不是让苏姨娘这个贱人称心如意？我对庶长子再好，也是因为怜惜他要被过继给破落户做子。夫君闻言，满脸不耐，一个个的就是吃饱了撑的。以前怎么没发现这群女子这般麻烦？我面上没有表露，心中却是冷笑。以前素花棉柳，
这群女子无论是何姿态，那都是花开百种，各有风情。现在不能人道了，这些女子就成了麻烦了。关键是，夫君，我也是犹豫。他们若带着孩子，总有点事情可以做；可若是没了孩子，势必会争宠。夫君闻言，脸上长得跟猪肝似的，气得气喘吁吁，活像是喘不过气来的大肥猪。许久，他说：“孩子都大了，这群姨娘年老色衰的也没用，都卖了吧。”我心中惊讶，我本以为再如何，他也会看在孩子们的份上，将几个姨娘打发到庄子上，或是青灯古佛一辈子，好吃好喝的养个一辈子。待他去后，孩子长成，这些姨娘总有熬出头的那日。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竟直接卖掉这些女子。此时此刻，我再次对这位枕边人产生了胆寒的感觉。但我自不会为了那些妾室和我的夫君对抗，只是诺诺应下。转过头，我又展示我的贤良淑德，拿出我的金银首饰，塞给了长平。到底是生了哥几儿的，莫要卖到那等烟渣地方去。寻个好地方，日后哥儿有了出息，愿意寻母也好找。转过头，长平就将我这边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给了我的夫君听。长平不无感慨地说道：“夫人和先夫人不愧是名门之后，性情温和，看重体面，这也是我所受益。毕竟我这位夫君不能人道后，倒是怀念起了他擅长打理后院，总能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外加和他谈论诗词歌赋、赏花赏月的发气。他既作深情，我也随他。他注意力在我身上越少越好，毕竟他能狠下心处理妾事，未尝日后不会对我下手。我得先哄着他，先安安稳稳地将孩子生下来才是。老天垂怜，我生下了一对双生男孩，这实在是大福气。有了这对男孩，我的富贵日子就保住了。然而，就在我出了月子后，我这才发现，我的院子外面被砌上一堵墙，平日里一应用度都是从中间的一个小洞出入，这是对待妾室才有的规矩。我只是冷笑，看来我这夫君疑心病确实不小，纵我已豁出命去顺从他，他也对我心怀警惕。我没有闹，没有哭，只是安安稳稳地做着我良家的主母，有2个男孩在手，又有名分嫁妆，不需要争夺夫君的宠爱。待到唯一能够掌管家事的老夫人离世，这后院的权柄自是在我手中。我不急于一时，横竖这样的日子，比起我其他的闺中姐妹，已是很不错。万万没想到，终日打鹰，我却被一只雀鸟啄了眼。在我所不知道的时候，庶长女已经长成，竟讨好了老夫人，借着要出嫁的话头，得到了管家权。要知道，这位庶长女底下还有一个同胞妹妹和同胞弟弟呢。我儿年幼，若是让她得了管家权，为她弟弟算计前路，日后这梁家的产业必须是我儿的，这才配得上我的牺牲。庶长女有个致命的弱点，她的生母乃是青楼女子，故而算得上是出身不暇。我主动向夫君请求，饶姐儿身份说来尴尬，高门大户怕是会嫌弃，便也不会看重娘家，帮衬夫君。可若是低价，也怕别人更是因此诟病饶姐儿的身份。因着不能人道了，我这夫君倒是死命地钻营他那官位，现在在朝中也算得上是一方人物。哦，连娘之见是，夫君并不在乎他的女儿。闻言，只是随意发问。我试探性地说道：“近期恰逢春闱，夫君可否寻一寻那家底殷实又有才华的世子？饶姐儿日后不缺银钱时，夫君又才华过人，夫君在时使力，那女婿定然是不敢小觑了饶姐儿的。做一个贤良淑德的夫人，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。再如何也不能使坏，要让一切顺理成章。我这份算计，莫说是夫君，便是老夫人都对我夸了又夸，直说我想得长远。唯独我这庶长女，对我恨得几乎咬碎了银牙。朝其请安，她便不阴不阳地说道：“母亲果然好心计，好手段，轻轻松松就断了女儿嫁入高门的可能。”我抬眼瞧她，雪肤玉貌的美人，
真是我见犹怜。便是轻咬贝齿，面容羞愤，也端地是风情无限。这般容貌，若是嫁入了高门，得宠想必不是问题。可我绝不能叫他得了势，成为他弟弟的助力。我垂眼轻笑，饶姐若要怪，便怪你姨娘是个篓子里出来的，还偏生将你生成了个女儿身。高门大户，谁家愿意娶个姚姐的女儿？谁来都能混说一句我是你岳父爹。他被我这粗俗的话气得发抖，指着我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我眉眼一抬，随意道：大姑娘的规矩是差了些，差人好好教一教，日后莫要叫人看低了良家。她被嫁了下去，而我也借着她的婚事，跟在老夫人身边，开始学习掌家理事，寻常那些厨房、采买等油水多的地方，老夫人自然是舍不得给我的。故而我开始只要了几个嬷嬷教养府内的景儿，又借口庶出的几个男孩，年纪到了，居在府里不像样子，为他们寻了书院，找了夫子，远远送走。老夫人刚开始还曾闹过，知道他们学业有成，夫子连连夸赞后，加上我将一对孩儿送到了他的膝下，这才暂时松了气。我慢慢拉拢府中的下人，管上府内的事，才算是慢慢坐稳了主母的位置。可惜了，我这庶出的长女心比天高，不甘心下嫁，竟然与外男私相授，也算是她的本事。竟是个国公府的小公子，虽说不能袭爵，但也是金尊玉贵般的人物，和宫里也是沾亲带故的。他豁出名声和性命做赌，赌他这父亲会为了攀高枝，做他的靠山，风风光光送他出了门子。可惜啊，我那夫君现在最恨女子出墙了。知晓在我和老夫人遮遮掩掩瞒着的时候，夫君就派人将他从自个的院落中拖了出来，当即就填了井口。那凄厉的惨叫声直惊得其他庶女夜不能寐。我暗自捏紧了帕子，忍住了心惊，竟连亲生的子嗣也丝毫不留情面。就算我的枕边人是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疯子，我也不敢再对他做什么。绝了他的子嗣，叫他不能人道，已是我此生最大的一场赌注。他死了，我不是出家就是陪葬；他贪了，家业就会被旁支吞吃殆尽。我只能忍。入夜，我召集庶女，厉声敲打，你们姐姐的前车之鉴就摆在你们眼前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想死，就给我老老实实听话。好歹你们是做女儿的，日后嫁出去，那就是另外一番天地。有个年幼的庶女闻言，眼里满是桀骜，那又如何？到时候就是夫君来决定我们生死了。若嫁的人和父亲一般，岂不是更加可怕？我哑口无言。这世道教着女人要忍让顺从，我哪点没有做到？可纵然我已经手拿好牌，斗赢了妾室，无需宅斗，可我还是活得战战兢兢，生怕有朝一日我替换了当年那碗汤药，将红花汤换成了让男子绝育的毒，会被我的夫君所知晓。届时我会死得比苏姨娘更加难看，我的一双孩儿会比那个庶长子更加凄惨。我战战兢兢地活着，做着高门主妇该做的一切，做顺从的妻子，慈爱的嫡母，恭顺的儿媳，担心受怕的日子一日又一日熬。我不知我还能熬多久，直到我的孩儿15岁。我已经30了，是我夫君眼中徐娘半老的妇人，我这才被允许出府，为我儿科举考试上几炷香。路上我掀开轿帘，看到了路边一个卖馄饨的青年，满脸风霜，满目皆是麻木。我攥紧了帘子，那就是成哥。夫君将他的庶出长子给了一个破落户的族亲，我只知晓家境艰难，也是最近我才知晓何止艰难。暴虐的养父，眼瞎的养娘，还有好几个女儿，个人有个人的缘法。我并非有意垂怜，只是夫君好似知道我当年做的那些事了。许是2个孩子下场考试，他这才暗暗耐下了脾性。但他书房里暗自打造的密室，各种刑具，无一不昭示着他要做什么。他并没有隐藏的意思，就像是他对付常平前
也是笑眯眯地将他打发去了海盗频出的岭南。谁都知道被海盗捉到的下场，生不如死。可长平还要跪下谢恩，谢主子给的立功机会。而现在他所做的一切，也在等我卑微恭敬地跪下，笑纳他的恩赐。可惜我若是那么善于服从，当初就不会淹了他。我甩下轿帘，走吧，回府。再晚，夫君该等急了。当天夜里，我的夫君骤然受了风，眼歪嘴斜，半身瘫麻在床。大夫说了，许是忧思过重，又加上受了中风，这才导致的中风，并非不能治，只是需要个3年5载的。老夫人勃然大怒，拿着拐杖就要往我身上砸来。你个贱人，居然真的下手毒害我！我要将你这毒妇进猪笼！我没有选择像以往那样承受，而是举起手抓住了拐杖。我看着他扭曲愤怒的面容，只是淡淡道：老夫人，您的儿子现在的情况，可给不了你老封君的好日子。你现在与其暴怒，不如祈祷我的2个孩子得以高中，这梁家后继有人，免得被族亲生吞活剥了。说完，我将手上的拐杖甩开，整理了衣裳，便入了小佛堂，日夜祈祷我儿高中。我想起了16年前，我本有桩大好的婚事，可梁家却瞧中我美貌过人，嫁妆丰厚，拿捏了我父亲的差事。若我不嫁入梁家为续弦，那我父亲就会被发配到岭南为官，举家上任，这就是让我们全家去死。我妥协了，自己退掉了婚事，但我也不愿意坐以待毙。于是我在被嫁的时候，花重金疏通了梁家后宅。我教那些妾室给我下马威，我给苏姨娘提供买药下药的机会，为的就是顺理成章地废掉梁正德。那时我也是如此日夜祈祷，祈祷我能成事。我赢了，如今我也是这样一搏。若我儿高中，日后我便是这后宅的话事人；若我儿未曾得中，老夫人便会扶持那些出色的庶子，我身边的人就会拿着我的嫁妆，将我的孩子远远送走。而我也不会输，毕竟那些庶子的母亲还在我的手上呢。我早已不是当年的我，一无所有，全靠胆子大。我现在多的是后路。夫人，夫人，2位少爷高中了。我闻言急忙起身，膝下却是一软，身边伺候的婢女赶紧扶着我。夫人，小心！我挂上一副笑脸去迎接报喜的官差。到院子时，我环视一圈，老夫人不在，唯有她的陪房妈妈送上一句：老夫人说了，2位少爷如今也大了，这后宅的事，日后还是要夫人管着。我儿有了出息，这老钱婆就将她的宝贝儿子给舍弃了。我挑了挑眉，那我可就笑纳了。夫君书房里那个密室，不用太浪费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